一項新研究改變了我在診所給病人的運動建議，所以標準建議是每周至少進行150分鐘的中等強度運動，或75分鐘的高強度活动。每周，這假設高強度運動的效果約為中等強度運動的2倍，但這項新研究完全推翻了這一假設，並且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影響。我們如何進行運動以最大化健康？這項新研究利用了來自英國生物庫的大量數據，該庫收集了超過50萬參與者的全面健康和生活方式數據。研究作者查看了該組一部分的活動水平和健康結果的信息，所以他們的目標是看看輕度、中度和高強度身体活動的影響如何比较。因此，他們想知道高強度活动的1分鐘是否真的等於中等活动的2分鐘。在過去，這個問題很難回答，因為之前的研究探討了運動與健康之間的聯繫，他們通常依賴於自我報告的數据，參與者會回答關於運動的問題。所以，這種方法存在潛在的偏見，這意味着我們對結果的信心不高。但這項新研究利用了一種新型數據來填補我們無法做到的畫面。在過去，一些來自英國生物庫的參與者佩戴了像智能手錶這樣的先進設備，以記錄和監測他們的活動水平，這使我們能夠獲得更準確的數據。那麼，研究人員在篩選這些新數據時发現了什麼呢？令人震驚的是，劇烈的身體活動並沒有被發現其影響是中等身體活動的2倍。相反，它的影響是4到9倍。所以這裡有一個範圍，因為運動與健康益處之間的關係取決於我們關注的健康結果。對於全因死亡率，它是 4.1 分鐘；對於心臟病相關死亡率，它是 7.8 分鐘，而最高的數字是2型糖尿病的 9.4 分鐘。這項研究還關注了一個重要的方面，那就是較少被討論的輕度強度活動，比如休閒散步。所以在這裡，你可能會認為需要更大的量才能看到相同的影響，相當於1分鐘的劇烈活動。研究人員發現，對於全因死亡率，它的範圍是53分鐘，而對於2型糖尿病風險則高達94分鐘。所以想一想這一點。數據顯示，為了看到與1分鐘劇烈身體活動相同的益處，幾乎需要10倍的中等活動量，尤其是在2型糖尿病的風險方面。如果我們堅持輕度身體活動，則需要大約100倍的量，所以這裡的影響是巨大的。標準建議說，75分鐘的劇烈活動大約相當於150分鐘的中等活動，而這看起來完全不對。如果研究是正確的，我們至少需要300分鐘的中等强度活动，才能獲得相同的全因死亡率益處。與劇烈的身體活動相比，實際上，這對我給患者的運動建議究竟意味着什麼呢？好吧，如果我給你2個患者的例子，這樣解釋會更好。我們先從西蒙開始。西蒙時間緊迫，所以他想知道他應該做多少最少的運動，才能獲得大部分運動的好處。最近的一項獨立研究改變了我們的理解。過去，研究通常集中在結構化運動上，換句話說，他們傾向於測量像散步或舉重等活動水平。原因是我們在回憶這種形式的活動時要準確得多。例如，如果我問你過去1周你進行了多少運動，腦海中浮現的就是這些類型的活動。但我們通常也會參與一些非結構化的身體活動，例如，你可能每天在家中上下樓幾次，最近還搬了幾箱沉重的物品到垃圾桶，或者在院子裡仔細清理草屑。對我來說，和孩子們在蹦床上跳躍的活動，我並不會特別認為是運動，而這些活動也很難回憶。因此，在不同的研究中也很難測量和納入。再次強調，這就是智能追蹤器徹底改變我們跟蹤這些活動方式的地方。因此，研究人員最近利用這些數據做出了一個驚人的發现。所以，我們再次關注英國生物銀行的隊列，但這次他們將注意力集中在不鍛鍊的人群上。這些人報告沒有休閒時間的鍛鍊，每周最多只有1次休閒散步。所以，儘管他們沒有參與結構化的鍛鍊，研究人員對他們1周的身體活動感到好奇，特別是他們特別關注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剧烈體育活動的頻率。因此，他們稱這種活動為剧烈間歇性生活方式身體活动，簡稱 VOPA。然後，他們詳細分析了 VOPA 的水平，並探討了它與全因死亡率、心臟病和癌症死亡率之間的關係。這種鍛鍊方式在傳統研究方法中是看不見的。那麼，他們發現了什麼呢？
讓我們先來看一下一個普通人每天參與 VOPA 活動的中位次數。這是活動的數量，其中一半的樣本人數在做更多，另一半在做更少。中位數大約是每天3次活動，每次持續1到2分鐘。所以請記住，這些人是不鍛鍊的，所以這就是他們在典型1周內能進行的所有剧烈活動，最多也就大約每天6分鐘，1周僅42分鐘。那麼這有什麼區別呢？好吧，與沒有 VOPA 的人相比，中位頻率與驚人的 38% 至 40% 的減少相關。在所有原因導致的癌症死亡風險中，心臟病死亡風險顯著減少了48至49%，最低每日的 VOPA 總時間應為 3.4 至 4.1 分鐘。研究人員發現，平均死亡風險降低了 22% 至 28%。研究表明，鍛鍊具有強烈的劑量反應，隨着鍛鍊的增加，效果逐漸減弱。換句話說，第一部分鍛鍊似乎比第二部分更有益，而第二部分又比第三部分更有益，以此類推，直到達到一個幾乎沒有差別的點。所以，看看这張來自研究的圖表，當我們從沒有 VOPA 的狀態轉變為每天一個 VOPA 時，死亡風險急劇下降。但當我們達到4至5時，下降幾乎不可察覺。這告訴我們，從久坐的生活方式轉向稍微活躍的生活方式，可以獲得鍛鍊在死亡風險方面的大部分好處。所以，進行一點 VOPA 鍛鍊的人和定期鍛鍊的人都會看到巨大的收益。相比之下，完全不活動的人則沒有。因此，對於西蒙來說，由於他時間有限，我鼓勵他專注於短時間鍛鍊，例如走1到3層樓的樓梯，而不是乘電梯。其他短時間鍛鍊的例子還包括俯臥撐。我會在診所看病的間隙做一組俯臥撐或牆壁深蹲運動，所以我可以輕鬆地在診所進行1到2分鐘的活動，每天3至5次。而且在診所的日子裡，我往往沒有充足的時間去健身房。通過堅持這一有效策略，我可以獲得鍛鍊的主要好處。所以這就是我建議西蒙的策略，畢竟他時間非常有限。但在未來，如果西蒙能抽出時間鍛鍊，我鼓勵他專注於高強度的鍛鍊，安全的進行，這樣能獲得最大的效果。正如我們在之前審查的新研究所看到的。在視頻的開頭，但還有亨利診所的另一個病人，他正處於一個有大量時間鍛鍊的階段，我應該給他什麼建議呢？好吧，我們所研究的資料明確而清晰地表明，高強度的身體活動在健康收益上遠遠優於中等或輕度活動。所以我建議亨利每周不要進行超過2次高強度的鍛鍊。相反，我建議亨利加入一些第二區訓練。第二區訓練是指我們在可以繼續交談的強度下鍛鍊。那麼增加多少更有意義呢？一項長期的隊列研究發現，每周進行高達600分鐘的中等活動能帶來可測量的健康影響。所以如果亨利真的有那麼多時間投入到健身中，增加大量的第二区訓練是必要的，當然還要加上力量訓練和爆發力訓練。但我想在這個視頻中強調的重點是，即使在較低的鍛鍊量下，我們也能為健康做很多好事，特別是當鍛鍊強度很高時。而且我們所有人都可以在日程中加入鍛鍊小插曲，無論我們多忙。但回到第二區訓練，這已經成為健康影響者中的一個熱門話題。它被宣傳為一種運動具有獨特的好處。那麼，如果你不做的話，真的會錯過什麼嗎？在下一個視頻中，我將解析一些最新的研究，提供重要的背景信息。